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徐老师，磕的鼻青脸肿的。怎么磕的鼻青脸？什么？就是睡觉。这个年龄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也很长时间没见我了吧？我可不是嘛。你觉得我是不是老了一圈？我还真没觉得，你怎么老说老实话？胡勇教授，他可以跟我们聊，还能聊别的话题。那当然，那是对，国内的互联网什么致富也是。那您那本专业是？我的博士是政治学。哦哟，对，但是那个前边是传播学。那您现在在北大？我现在在北大，在哪个系？在新闻传播学院。对，胡勇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是研究新闻的，然后现在自己把自己给做成了新闻人物。不适应，不适应。哎呀，主要是你谈这个问题，我太想谈了。我找着你算是找着嘴替了，真的就是。没有，咱们开始吧，咱们开始。对。胡勇老师，按说呢，我们搞新闻的，他是我们的老师，对不对？那这个胡勇老师也确实，您自己可能都没想到，您这个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真的成了新闻人物了。对，有很多奇妙的东西，比如我原来在那个学院里讲纪录片，就是我的课叫纪录片，但是现在就有人联系说，给你拍个纪录片吧。所以咱们圆桌派朋友多有优势啊。很多成为新闻人物的人，我们未必一定要请，但是我就说这个人，我个人特别想跟他谈一谈。但他们说现在胡老师太火了，日程很紧呐，这约不到啊。哎，李菁，这是李菁，咱们有人呐。李菁说，我跟他熟啊，所以李菁今天一定要来啊。对，我护送着胡老师来。对，多亏李菁。他不仅介绍，他自己亲自上阵了。其实胡老师真正的是我的前辈，因为是三联生活周刊创刊时期的老记者，所以我最早知道胡勇老师是在写三联生活周刊和三联书店这个店史和周刊史的文章里面知道胡勇老师。然后我们那个老主编朱伟提起胡勇老师的时候都是大加赞扬，因为是最早把95年，对，就是互联网的概念，应该是说那时候您是最早的敏感的意识到互联网将要对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然后朱伟写的回忆里面还写的挺生动的，说胡勇跟我提说我要写一个封面，我要介绍。朱伟说没那么重要吧，后来是被他毙了，对，被他毙了。后来才发现确实很重要。后来呢，是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好朋友，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
然后出版商呢，就是一直在盯着胡勇老师，每次说：“哎呀，胡勇这个观点太好了，我要让他发展成一本书。”每次就是讲的特别来劲。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见面就问那个胡勇老师书怎么样？哎呀，回去照顾他妈妈去了，没时间写。然后呢，我就断断续续看胡勇老师发的朋友圈，然后叫照护札记之类的。对。您为什么会想在朋友圈里发照顾母亲的感受？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舒缓吧，压力太大了，太大了，你其实就需要用某种程度把它释放出来，宣泄。对对对，但严格的来说，因为我们朋友圈都是设置那个3天可见，其实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也看不到，但是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有点像是其实不是严格意义的日记，因为它不是每日发的，但是就是一种舒缓情绪的记录。您母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母亲现在就是重度嘛，就是已经到重度了。对，我觉得她应该就是2岁小孩的智商，就大概我的评价是大概还没有3岁。通常据您看到的，就是阿尔兹海默啊，从发现就从初期到最后到重度，这个周期有多长的？我没有资格就真的来说这个事情，对，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那个阿尔兹海默的专家来说。但是那个就从我母亲的情况来讲，就是3年多一点儿。因为当我发现她有这个问题，去带她诊断的时候，诊断已经写了，就是叫轻度的阿尔兹海默。那个时候的症状是什么？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第一是失忆，就是这个病很残酷的地方是作用于人的记忆的。第二个呢，就是他没有时空感，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知道现在是白天，他觉得现在是黑夜但是如果黑夜的时候他认为是白天，就是这2点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发现这个以后呢，我就决定带他去看。这个重度的预后会是什么样子呢？第一呢，他不能够进行任何的，就是有条理的，就是有明确的意愿的表达。他所有的表达都是就是一种接近于废话的东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一些什么，然后呢，他也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你说，比如说我现在要吃饭，或者我现在要排泄，然后呢，或者我现在哪里疼了，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表达都已经。他是表达困难，还是说他没有这个意识？我觉得都有。你比方说，你把它写好在纸上，他能够拿给你。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词汇量就大幅度的丧失了很多事情他就已经缺乏那个用于表达的那个基本的词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说他本来是认字儿的，但是现在呢很多字儿他不认识了，他就只能认识一些可能跟他的名字有关的字儿。我哥哥正好出了一本新的书，这本书呢叫《站在世界之巅》，我就用它来测试。就是我妈只认识世界这2个字，其他字她不认识。然后我说那个，因为他有一个我哥的那个就是照片，下面有个介绍，就是然后他认识胡他认识胡，然后我哥的名字叫胡涛，涛字跟你这个涛一样的，他不认识，他不认识。所以实际上来说呢，就是相当于那个，由于他没有词汇，由于他本来认字儿他不认字儿，就是因此呢，就是一方面是表达受限的，另外一方面呢，肯定就跟刚才您讲的那个他的意识也出问题了，就是意识指挥不了他整个的这团事情了。这个我为什么就是我渴望跟这个胡教授胡老师来谈谈呢？我觉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数最多，好像是我们前2年的数字吧，中国有60岁以上的大概有1500多万，阿尔兹海默。而且我觉得阿尔兹海默症它就像是一个突出的象征，就是我们对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不外乎就是身心方面的衰退，一步步的这个失能、失智，对吧？而阿尔兹海默症又是一个这种集中的表现，甚至就失去记忆。它特别的就是给这个照护他的这个人
带来的这个麻烦，我觉得真是，要我说就是无解，目前情况下，但是可能正是因为无解，所以我才特别佩服您。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哎，我就说了吧，我还有个私人的原因，我父亲前不久被诊断是阿尔兹海默，当然他没有您母亲这个阶段那么严重，可能还是在比较初期的阶段。但是在比较初期的阶段，我看到您讲的这个为什么感同身受啊？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们这个家庭啊，就像在洪水里挣扎的一个人，见到了在洪水里挣扎的另一个人。我现在见到你，就这么近，你说的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当然，我们家你看现在说生孩子多有好处吧，3兄弟，但是3兄弟呢，这老大老二，像我是老二啊，不能在家，对，在家的就是老3，我弟弟承受的那个压力啊，不可想象。但是这种不可想象，更多的是他开始不知道，谁开始不知道？我弟弟啊，没有诊断之前，他的很多表现你是无法预计的，你以为是正常的老人这个衰老，对吧？我记得就是前几年我还说我爸爸是琴棋书画，我说你写字，你看我还带来，我说我就说你老年生活你抄经啊，你看写的那么好，对吧？对，就抄经啊，天天抄经。这是多大年龄时候写的？他80多，就前几年啊，80出头的时候，你看就写的，天天抄经，抄几个小时，但是呢，而且显然手也不抖，对。但是你知道去做检测，这个发现呢，就现在，他突然表现出的是，我说你写字啊没有兴趣了，他开始是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了。我就发现这些检测画一个表，3点15分，我爸爸当年是教石家庄，培养了很多石家庄青年画家的，就画不出来这个3点15分，画不出来，你就觉得这是他们的一种，好像您母亲也是有一些测试方法。对，他是这样子的，他前边呢是电脑的一个问卷的答题，就是这个答题基本上是我答的，因为我母亲坐我旁边，他是一个就是一整套的一个测试题，我让他跟我讲说这个是 yes， 这是 no， 这个症状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然后呢他告诉我以后，我在这上头答题。然后他答完这个题以后呢，就进入到一个，就是面对那个医生的一个单独的诊室，就这个里头呢，只有我母亲还有我，因为我是陪伴他的人，然后我什么话也不说。他呢进去以后，他就有一系列的测试方法，比如说他有一些木块让你摆这个木块，或者是说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是这样子的，比如我们看到这里头，这是西红柿、盘子，然后杯子。他就说3个词，叫西红柿、盘子、杯子，按这个顺序，西红柿、盘子、杯子。但是呢，过5分钟以后，突然问你说，刚才我说了3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母亲完全答不上来，他就不知道他刚才5分钟之前说过西红柿、盘子、杯子。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测试，就给我一个诊断，说他是轻度的阿尔兹海默。可是我好奇的是，那他对孩子他的认知呢？像你比如说你们家有3个，他们家有3个，那他有没有能区别出你们3个兄弟姐妹的这个能力呢？依赖于环境，就是说你比如说，因为我长期就是我父母的主要的这个照护者，然后呢，就是我姐姐是在外地的，所以她只能是因为她也是老师，她只能是寒暑假来。因此呢，他对我姐姐的印象就远远没有对我的印象深。但是他知道他第一个会忘掉的是我姐姐，因为我姐姐跟他的接触少。然后像我这种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跟他在一起的，然后你会发现说，他开始的时候呢，他清楚的知道你是老3，因为我是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这个是老3，并且这个老3是最小。我们呢都就是他一贯管我叫老儿子嘛，因为老就是小嘛。他对我的一贯的称呼叫老儿子，然后他知道我的名字。他现在已经开始不知道我排行老几了，他也有的时候他会知道我叫胡勇，但很多的时候呢，他有时候管我叫老头子。老头子其实是我爸，我爸去年10月份去世的。然后有时候管我叫老哥，
老哥呢，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想起了他哥哥，但是我这个舅舅早就去世了。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会把老哥呢认为是我哥，所以就是他现在这个就是对我的认知呢，就是我经常讲，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像闪电一样，然后你特别高兴，因为他又认识你了，他还记得你，就是那个一些，比如他知道说你上班了，他知道你去上班了，你回家了，他知道你回家了。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连你上班了、回家了这些东西他也不记得，然后有点像是你就要拼命的抓住这一点点东西来确认，就是就是你和他的关系，以及呢就是他和你的关系。如果这点东西要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阿尔兹海默就残酷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你能想到对这个照顾者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呢，你要说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中国的老人啊，也90%都不会去养老院，或者说呢，像你还专门考察过，因为我原来听过，就有个电影明星嘛，有个电影明星，他的父亲开头有人说他不孝，说怎么把父亲送到这个养老院，后来他说我的父亲已经完全不认识我是谁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护理经验，是不是还是应该送到有专门的护理经验的这个养老院？对他更好呢？这医生讲说，要给他做一些智力的训练，然后呢，要让他有点恢复，让他有恢复，就是说延缓这个进程。就是我现在发现，都是现代职业你做不到的现代职业人，就是说，这医生说啊，实际你要多跟他说话，可能比吃药的作用还大，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没有特效药，对，没有，这是个不治之症。有的时候，最近听说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有一种叫什么单克隆抗体的，但是那个东西反正它是脑子里边的，具体来说出了什么问题呢？是有东西生长呢，还是说是一种普遍的退化呢？好像它主要是一种萎缩的过程，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然后呢，病因其实现在没有定论，有些人就是因为病因没有定论，所以才没有特效药，就至今搞不清楚这个疾病的那个发病机制是什么。对，就有时候说是检验的时候有某种蛋白啊，这个蛋白或者神经元有什么缠绕，对，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呢，这千万这个老人和他们的家庭，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比如说像我弟弟，我们这个家庭还就算是又孩子多一些，而且这个经济上呢还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那么他得上班啊，白天老人就只能一个人在家，可是实际上照顾他呢，你其实这是一个专业。它不仅是个专业，这个照护这事儿最麻烦的就是你不能给他划分时间的，就是因为他是要求你随时随地，因为他那个情况是永远在随时发生的。所以您就24小时。所以你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你不能说我集中照顾他，比如说3个小时，然后另外3小时我就干别的了，它不是这么个过程，它是个碎片化的时间，就是你得有点像是你得随时待命的这种，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是很让人疲劳的。您觉得这个？就现在一般人的家庭，如果有这么个老人，你觉得有办法吗？就是除非是说有专门的，就是专门照护阿尔兹海默的这种病的那种，比如说护理人员或者护工，或者有些机构呢，他可能就是辟出一个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来管理这个失智的老人，因为它这里头有一个逻辑线条，就是一般的来说，失智的人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能。就是它是一定的，就是只要有失智，最后就一定会失能，所以我们经常会把它打一个包，把它叫失智失能老人。然后他一旦到了这个失能这个阶段呢，你的照护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就是像我妈这个例子，就是她最麻烦的就是她不知道大小便嘛，然后这个就给你造成无穷的麻烦，因为她永远不知道就是她是要排泄了，她是正在排泄中，还是已经排泄完了，她对这个过程是没概念的。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片子，一个纪录片，就能够说本来的一个大学教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他的太太得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说经常会见到他站在客厅中央啊，裤子就尿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着去上厕所，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忘了他去干什么了，于是就裤子就尿湿了。是每个人都在照护中。
因为这的确是我想说的，因为我把人分成了4类嘛，就是叫做已经成为照护者的人，正在成为照护者的人，将要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呢就是一定要被照护的人。就人就我们早晚也会变成人，就这4类，前面3个都是照护这一方的照顾别人的啊。对，就是说所谓的即将、正在、已经都是指的照护者这一方。后面那一类人呢，是他需要被照护，比如他是阿尔兹海默患者。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呢，每一个人你在这社会当中呢，可能有不同的身份，但你一定要么是照护者，要么是被照护者，其实你逃脱不了的，很少有人能逃脱这个链条。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题目叫我每个人都在照护中，但他们呢就非要打这个北大教授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其实我在这里头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呢，这个跟北大教授毫无关系，就是相当于说我是个普通人，我父母是普通的父母，然后呢我就在做一个普通人做的事情而已。但是我看也有不普通，您要不是这个在大学工作的工作性质不用朝9晚5。如果这是摊上一个普通的需要上班的职工家庭，这个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在那里说了，我说我认为我还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比别人是有优势的，因为呢，大学老师的一个特点是，就是他的时间是比较自由的，然后我可以拿出很多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照护者的要求真的太高了。像您说的那个情况。你弟弟可能还是有不错的工作，但他需要在工作和照护之间要有一个挣扎，但是他可能还没有经济问题。有的人是，他如果不上班了，他连就是照护他父母的那个经济来源都消失了。对，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真是叫老人如婴啊。我们小的时候光着屁股下来，父母亲就擦屎把尿，对吧？但是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都得是这样啊？我们那么我们都得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我母亲前2年这个也是就是大概是跟也是中风嘛，就等于跟植物人一样在床上。我就记得我父亲呢，就是还给他这个按摩呀，或者给他清洗的时候哈，在医院的那个病房嘛，他就遮遮掩掩。本来母亲没有知觉，我就记得我父亲当时说一句话，就是说。妈妈也是女的，她也有尊严，所以就是就遮挡。对。但是得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人发现到最后，我就觉得你对尊严这个事情怎么看？要是我们有这么一天，你的尊严，就是这个尊严是指的是假装是一个强者，还是说接受人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真相呢？阿尔茨海默其实是最打击人类尊严的一种疾病，但是它残酷的地方在于，就是这个人不见得知道他的尊严被打击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对这个东西的认知了嘛。但是旁边的人，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照护者，我能看得非常清楚，他后面的这个生活是既谈不上有尊严，也谈不上有质量。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作为一种日常的心理的这种。是个很大的磨难。但是您比如说他智力相当于几岁孩子哈，好比说傻乎乎的，会不会他也心情也没有那么坏，或者说他想的事儿少，对，就是很多东西对他不形成干扰了。你觉得他快乐吗？就是严格的来讲，就是说由于你想的事情少，就是他的生活因此变得极其的简单。那么如果是在简单的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他是挺快乐的。至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痛苦。对，而且你比如讲，就是有些很大的事情，例如说我父亲去年去世，其实我母亲对这个事情就没有非常明细的认知，因为我们会告诉他说父亲去往另一个世界，他的脑子里有时候转的时候，他也会突然问我说，那个你爸在那边就是好不好？因为他现在关心人的那个核心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他的表达很少了嘛。但他还有一个很强有力的表达，就是他经常会问人饿不饿或者冷不冷，然后他就会问我说：“你爸在那个地方，他饿不饿、冷不冷？”就是然后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很难过。但是其实呢，我妈也并不真的就是在想我爸是冷不冷、饿不饿，他其实是一种残存的那个表达的习惯，因为他以前就是经常会
问他的孩子，然后饿不饿啊，冷不冷啊，或者是他对外人来讲，他也经常会为冷热的问题，会为这个就是饥饱的问题来表达他作为一个女性的关怀啊。所以其实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呢，你又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解脱。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照护者来讲，其实那个他的主要的沉重的东西是在就是我们这一方，也不在他那一方。有时候我回家以后，就是我觉得就像对待一个，因为他80多岁嘛，但我现在对待他就非常像就是对待一个2、3岁的一个小女孩，然后你哄着她，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跟她那个就不管她说什么，你就跟她胡说一通，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电视放出来，或者是手机放出来，有那些影像，他也搞不清楚那些影像是什么，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在动，有声音，有画面，他就可能就因此呢，就是就我叫做能够玩半天，玩半天，因为我那个有非常多的那个很多人给我寄杂志，因为我是搞媒体的嘛，所以我家里的杂志非常多，然后呢，我就经常把杂志给他，我说老妈你念书吧，他就装模作样的拿着那个杂志，其实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把那个杂志撕成一条一条的，但是他就会干很长时间干这个事儿。你们我不知道徐老师、李菁，你们有没有这个老人的这种身体需要照顾这方面的问题发生过？我想到自己以后啊，你们的反应都是想到你们自己，对，没有人来照顾我的，好悲凉，没有人来照顾我的。您的父亲呢？本身就是医院院长吗？不是，他医院院长，他是在打麻将的桌上突然去世的，我都没有赶回去。那反倒也是造福子孙。他也没有给别人带来麻烦，他就去了，就是反正我们对老人不是都是看年龄嘛，对不对？他多大的年龄，我们就觉得好像那遗憾也不是太多了。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你知道生心脏病的好处，就是他会突然去。联想起自己了是吧？他不会，我跟我女儿就说过了 ，Don't worry， OK， 不会麻烦到你的。现实的情况来讲呢，那唯一能想的办法就是你要找一个24小时能照顾你的护工。至少就是或者是你有条件你就找2个，对不对？像蔡澜找8个，他并不都是护工，他还有其他功能。对，我也有认识的著名的学者，本来在美国的，但是因为身体就不好了，你在美国没办法嘛，那就到子女就帮他在珠海买了房子，那就多请了护工，请人来照顾。那这样呢就可以。他有时候脑子还知道嘛，还清醒，对，所以那就是算好的了。对子女来说也尽到他的努力了，是的。对老人来说这也是好。相对来说，24小时的护工比美国容易找，只是不是专业那就说不上了。是，但这个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还能找出什么别的办法？我跟你另一个办法就是送到养老院嘛。对，养老院也是靠人家在照顾，也是靠这些，就是那个，比如说，其实专业的照顾人员永远是不足的，也是靠这些就是干这个活的，但其实也没那么专业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活。其实很多人非常不愿意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好好干。挣多点，攒多点钱。对，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活得长哈，然后呢，病得晚，然后呢，老得慢，最后一句死得快。死得快，我猜到了。我现在就是到我这个年龄，我突然觉得死得快也是一种。但你这么想也是一种福分。你这么想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事儿不由你决定。对，但是呢，我们能就是我就想呢，到我这个年龄，我现在能面临什么？我就是听你们讲，我说谢天谢地，现在父母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就想起我唯一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自己的姥姥。我自己姥姥还好，就是没那么重，但是呢，就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是痛苦是留给清醒的人的。我每次看我姥姥，因为我跟我姥姥感情特别深，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个我这么爱的人，怎么突然就变得这样子，我不认识的一个人了？然后，但是他清醒的时候看你的眼神，你又觉得我那个还在。对。然后他糊涂的时候，因为他不停的，就是也是，他就老是觉得自己有尿意。我比如说我回家去照顾他的时候，就你刚帮他解了尿了，他我歇一会儿，然后他就马上说，哎呀，我要还要尿。对他还好，还有这个意，但是呢。你再去帮着他呢，他又没有，对，所以呢，有时候人呢，我就有时候就稍微觉得有点不耐烦。不耐烦的时候，我每次也是离开他，我在比如说回北京工作，我又处在一种非常内疚的状态。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对他再耐心一些？然后就永远是这种在这样的在循环当中。然后呢，有时候我又说服我自己，我说。这个，因为我姥姥是特别好的、特别善良、脾气特别好的一个老人，然后我就想，我姥姥是以这种方式在跟我告别，因为如果她还是那种那么温柔、从来不发脾气，对我们这个孩子就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的人，我觉得她突然离开，我是受不了的。我只能这么想，我说她是以这种方式在跟我们所有人告别，等她走那天，可能我们因为对她的感情就慢慢淡了。有时候我想。这个眼前这个老人还是我爱的那个人吗？他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是我经常想的事。对，就是我也好奇，就是您对母亲还只是一种义务吗？还是说还是有感情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不是那个也研究这个人工智能嘛。哎，对，这个人工智能呢，其实就是它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就是人工智能就是跟人脑之间的。相似性，然后我们就会就是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在哲学上叫那个自我的同一性，因为其实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说我昨天晚上睡觉，今天早上我起来照镜子，我们可以问个问题说，今天照镜子这个你在多大程度上是昨天晚上的这个你，因为它肯定不完全是那个你，因为你的细胞啊什么的都在发生变化，你在老去。但是这些自我的同一性的人认为说呢，就是他一定是同一个你，因为衡量同一个你的东西是你的那个心理，你的这个记忆有没有连续性。就假如说还有连续性，你就可以毫不犹豫的说，这个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我。但我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妈这儿，她不成立，她完全不成立。因为他在任何意义上吧，他把他所有过去的记忆已经消失了，对，他的意识也中断了，他甚至跟我之间的就是这种关系，因为我是他的小儿子，然后他从小最疼爱我，那我痛苦的地方就在于他现在甚至很多时候他都不认识我了，就更别说去回忆什么就是母子当年的那些场景啊，然后就是共同在一起的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岁月啊，对他来讲全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如果相信这个所谓的心理体验的一致性，那我就应该说她不是我妈，对不对？因为她丧失了嘛。对，她丧失了。她不知道你是她儿子了，啊，是不是啊？对啊，你是认为他迟早会不知道他是他儿子的，就没有感情。但是你还是知道他是你的妈妈。我知道她是我妈，所以我困惑的就在于说，她既然已经按照这个自我同一性来讲，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然后我为什么始终觉得他还是一个人？所以他就一定有一个别的解释，就是那我就觉得说，可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不只是有这个叫这个心理体验的一致性，一定还有就是比如讲就是身体的一致性，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他的模样，甚至我要开玩笑说，因为我经常跟他干的一件事，我回到家以后呢，基本上我第一件事呢，我要去握他的手。我们俩要把手放在一起放很久，放很久，就是我跟他保持一种这种身体的接触，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要出外嘛，然后我回到家我总是干这个事儿，然后呢，他会经常说，哎，他说你的手那么凉，他说我给你暖一暖，因为他在家里他的手比较热乎，然后我就说，就是那可能他对于我来讲就是手的一致性，因为这只手还在，这只手我如此的熟悉，或者。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比如说，可能就是气味的一致性，因为这个生活的久了，你会发现对方有一些独特的气味，你会辨认，所以呢，那就由此来讲，就是说，可能这个自我的同一性问题
并不像哲学家想的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终于证明了你妈是你妈。对，就是证明我妈是我妈这事儿非常难。就是所以我说过，我说呢，整个这个过程就老让你怀疑说，就是到底我是什么人，我妈是什么人，我和我妈的关系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您说的同一性要叫我理解呢，它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才能得到确认，甚至说这个同一性跟您的主观判断有关系。对，就是对吧？他已经不知道拉手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你的觉得对他的身体的识别性，手的识别性，这是发生在你的头脑里啊。对，就是所以荣格讲过一句话，荣格说我们只有是他人才能是自己，就是你说的，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自我跟他人，那个没有他人，可能这个自我也是没有他人认识不了自我。对，是的。佛教的说法就是反复证明，就证明我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就是假我是假的，就是因为昨日之我不是今日之我。你要讲的更精确的来说，你全身的细胞几年之后全部换过了吗？你看阿尔兹海默症记忆全部丢失之后，那你什么是你？是社会给你个身份证，其实还是社会身份说你还是你。儿子认为你还是你，但是对于你自我内在的感觉呢？他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你比如说那个，因为他是老年人嘛，老年人他还在领着他的那个退休金，那个发退休金的那个机构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在黑龙江农场长大的，那个农场到了一定时候就说，你得发一下你妈的生存证明，就是因为他要保证说你不能冒领退休金啊。所以到一定时候，他就要求你要发一个生存证明。我觉得这4个字儿它特别的奥妙，因为所谓的生存证明就是他要求你一手拿着一个日历牌儿，然后你比如说今天是多少号？今天是4月24号。对，就是你把那个日历牌儿就那个台历打到4月上，你把那24圈一下，然后这时候你拿着身份证，然后你要给他拍个照，就是要证明他这个肉身是。是身份证明还是生存证明？生存证明，生存证明，真的就叫生存证明，不是身份证明。他要保证说这个人还活着，因此我这个月呢还要给他发退休金。有没有想到卡夫卡？一般是1年做一次。我们这样的照片老派了，你驾照要 renew 啊，你就反正常常有这种事情。这个现在要你拿了一个身份证在那里拍照，对，自己对着镜子，对，就这样拍照。所以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促进我们对自我的这个思考哈。当然再有一个就是你讲就是清醒的人，实际才为他难过。其实不光为他难过，还为他生气了。我们比如说闹不清楚父亲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因为他会有很多精神上的稀里糊涂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按说我是说你怎么那么着急啊？你干嘛？你得知道他是个病人，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看，对吧？你看我跟我弟弟这么说吧，结果呢？我陪伴几天之后，你也一样，你也不耐烦了，你知道吗？人呢，真的是我跟你说，一个孝字不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不。而且你这种话吧，一定是你弟弟在照顾的时候你来说的。对，然后我照顾的时候，我说你不能跟他着急。你像我有一大哥，夫妻俩，跟这个老人是阿尔兹海默，他带来的这个精神上的症状，实际上有的时候是逼得你这个照顾者你生存不下去，不是你活不下去。是他跟他媳妇儿照顾老人呐，他们家老人天天晚上不睡觉，在门口看着，就是他老婆，就是说那女的进去了，你说对，你们你在里边干什么？对吧？然后就说我看着你们呢，你别想瞒着我是干什么。一晚上啊，这个就像他说的昼夜颠倒，一晚上这么着，而且有妄想症，有妄想症，你这个你根本就是你连照顾他的夫妻俩，最后呢，他说，我媳妇儿就说了，说我得回老家去，我不敢，他说你得知道咱妈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你说你得了解他是阿尔兹海默，甚至给他这个知识给他看，人家媳妇儿说了。那我是啊，他是病人，但我凭什么承受这个每天这疑神疑鬼的？对，我这正常夫妻生活没有办法过，所以最后沦落的夫妻分居。是的，我这老哥也就变成，这就跟我妈，他说我从此就跟他过了。对这个文涛说的这个东西呢，我是就是深有体会啊。就是刚才说，你比如说
我其实觉得我在整个的照护者当中，还是属于幸运的。尽管我整个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对，但是你就看跟谁比了，对不对？为什么是幸运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一条，就是我是大学老师，我相对的有自由，对吧？我也不坐班，然后所以我可以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就陪伴我父母上。其次就是说我不是独生子啊，然后我还有哥哥和姐姐，至少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3个人还是比较团结一致的。虽然我是主照护者，但是呢，我姐因为是老师嘛。他只要是寒暑假，他几乎完全就泡在，就是我们，因为他跟我住，他就会跑过来，就是来替我，就解脱我平常的这个负担嘛。然后呢，就是那个，甚至他就是也影响到他这个退休呢，就是本来他是可以不退休的，但他就决定要退休，对，为了干这个事情。然后我因为腰不好，就是那个其实就是。这个老人呢，最后有个问题就是，你几乎扶不了他，因为他把所有的重量压在你身上，他自己是不使任何力气的。哦，对，所以你要弄他的时候，就是对于你的这个腰啊，对于你整个的力气有很大的考验。然后凡是这些事儿呢，我就让我哥来干，因为他比我力气大，他比我也更高，更说了很多他的优越性，更壮。所以呢，就是就是我们这种叫做兄弟姐妹的这种团结，这个过程真的是，如果大家都做的话，其实能增进兄弟姐妹的那种。某种程度来讲，你共同面对一个东西，你需要把它解决。还有一个很切实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家得支持我，对不对？家庭对，因为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儿，那我就意味着我一定会减少跟我配偶在一起的时间，跟我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是啊，那他们得理解我，并且得忍受，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就分居啊，就是不在一起啊。对啊。所以这些其实是有利条件。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就是放在桌面上来讲呢？你要考虑到就是很多的人，就比如说因为这个事情兄弟反目的大有人在。对，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夫妻不和的大有人在。对，或者孩子就是觉得他被冷落了、被忽略的，就是这种事情。对，就是说大有人在。我们说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值得说呀？就是无解的事情，说来，至少让大家有个预备，或者说指望着也可能社会、国家、政府什么的能干点什么，但实际我觉得非常难。就是说你必须知道，你现在活的感觉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么一个事业有成的这么一个人，你的老人将来如果不幸，很有可能使得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不说丧失，我觉得是毁灭性的，完全被打乱。你还是从被照顾，就是照顾者的角度来讲，但更深刻的悲剧就是你要成为被照顾者，那就是这条路就是没法想象的。哎，李菁，假如说，我知道你就担心，假如说啊，呸啊，假如说谁都免不了，那要那样了，需要子女给把屎把尿，我们怎么办？哎呀，小美女还没想这些问题呢。你知道吗？就是我把上你这个节目当做我一个心理治疗。心理学上有个叫脱敏，你愿不愿意谈什么事情，你逼自己去谈，时间长了，你就脱敏了。是。我其实之前是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事情的，包括胡勇老师，我也得想坦白，虽然刷了屏了，但我点开之后，我一看什么家里充满了什么气味，我就默默的给关上了，避开。对，有一种鸵鸟心理，逃避。我先享受我不去想的那一天，但是呢，理性又告诉我，我现在必须去想。我觉得这是要是从乐观的讲，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进步。对。我那天看那个数据，80年代人的平均寿命才68岁。对。那也就意味着现在多少了？那就说明这个老年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嘛。然后你社会其实又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像你刚才讲的，90%还是居家养老。先不说这个好的疗养院得花多少钱，这不是都有传说吗？你得先存多少几百万，然后你要1个月得花多少钱。先不说你有没有钱去付这个，就是有没有那么多的床位都没有，就是你有钱你也没那么多床位。其次呢，就是个人我觉得也没做好这种准备。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数字说，他就说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过了85岁之后的这个
比例是50%。就如果也就是什么夫妻2个，你要是同时超过85，那就肯定有一个人要照顾另一个人。这个也算是正能量的看法，就是说这个阿尔兹海默也是人类寿命提高的表现。其实真的就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规律。因为你活到长了，你的功能失调了嘛。就是85岁之后，阿尔兹海默的概率陡然上升。是，就60岁之后就这样上升了，85岁之后更陡然上升。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老的这个比例，好像到我记得大概是到2030几年之后，就变成这个3人行必有一老，就是说60岁是以上。对，那么也就相应的这种病例，不治之症啊。那这种病例，而且这种病例是个拖人的，是个长时间。就是我挺有好奇，就是因为我找的那个医生，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病愈后，这今后会怎么样？他说到了最后，如果说谁都不认识了，他说我建议，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我认为家庭已经没有照顾能力了。他说我觉得还是找一个专门有护理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能力的养老医院。但是你看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他说我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哪个合适。他说咱们国家这个好像还比较少，非常少，而且即便有的呢，似乎也不是很专业。您为什么没想？您肯定是想过。开始我是想把他送到养老院的，但是被老太太给否决掉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轻度的，轻度的就意味着他还有意志呢。”他知道你要干什么，也包括我带他去养老院，整个这个过程他是很清楚的，在那里头跟院长聊天，跟那里的主治医生聊天，跟护理人员聊天，甚至在那个地方吃了他们的饭，感受一下他们的伙食。然后呢，就经过这一切以后呢，他说我不去养老院，啊，然后那我当然就，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也不可能拖着他去养老院嘛。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主宰了不去养老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就那您是尊重他意愿？但是后来对前面我是就等于是尊重他的意见。其实他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我是可以把他送去的。对啊，他没有那么大的意志了啊。这个时候是我自己不想把他送去。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最后其实就像刚才你举的例子啊，就是说，那个专家建议你就是如果他完全不认识家里的任何人了，就把他送去，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我妈现在还知道，就是她跟我还是有一种很亲密的这种，其实很多时候是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在的，是在的。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喊很多事情喊她做，我妈根本连理都不理，甚至她会有一些暴力行为，比如说她会抓着她的手不放。但是我去了以后，我说老妈，你现在该吃饭了，你现在需要就是比如说睡觉了，我一说她马上就听，她会马上就是点头，会笑，会答应。其实她就知道我是她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舍得了。对，不舍得，我就比较难以想象说把它放在一个陌生的床上，周围全是陌生的人，好像提前把它送进了另外一个阶段。是的。那我可能这个问题就更残忍。那么再严重一些呢？连这个也感知不到了。其实呢，就是刚才这个徐老师说我那个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要表达一些感谢嘛。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凡是能在家里替你照顾的那种保姆，真的是太难找了。我们说的很直接一点，你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如果完全没有就是这些人的帮助，你所有的事情全是玩不转的，真玩不转，就是你会马上就崩溃了。所以严格的来讲呢，就是第一呢，如果我还能找到比较尽心尽力的，就是照顾我妈的这种护工。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经历的，因为经常要换人啊，然后他不乐意干了，或者我们觉得他干得不好。对呀。但是只要是你还能够找到，并且你对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维持，就是这种局面，我就大概不会做这个决定。因为严格的来说，其实就基本上相当于我和这个保姆，我们2个人一起对付我妈一个人。因为我哥我姐还是会来，但是呢，主要的照顾者是我吧，所以我们俩一起对付这个。就是我妈这一个人，那么就是，但是呢，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
就是我经常讲，就是说今天它还运转着，明天可能它就不运转了。那个最近刚刚上映的那个电影，就是宫崎骏的那个，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里头有一个桥段嘛，就是那个老人在那地方不停地搭一个金木塔，那个金木塔是摇摇欲坠的。我看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整个是摇摇欲坠的，因为我今天能维持，只是今天能维持。明天你比如说，我妈现在是脑子不好，但她呢还没有查出，比如说癌症，因为癌症就完全是另一个路径了，她可能既是阿尔兹海默又是癌症，或者是呢，她现在在家里呢，她是以这种一寸一寸的方式推着个小车在家里还能走，她还能起床，但某一天呢，她可能就起不了床了，对，完全卧床。完全卧床不仅是照护负担多，就是它会造成那个肺的，对，然后很多人是死于这个东西的。对，那其实呢，就是如果他出现了这些情况，或者我一时没看好，他摔一跤，直接把自己摔到床上去了，因为他这个年龄已经不能动任何手术了。然后我现在目前看上去能维持的生活，马上就倾覆。所以你问我的问题的确是很残酷的，老是说。我讲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永远准备不了，也永远准备不好，也永远准备不足够，只能说倾覆了以后，你再想倾覆的办法呗，那还能怎么办？就说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生有的时候是真能到了山穷水尽处，就是你像你说这保姆太伟大了，太重要了，找着合适的太难了，而且甚至于有些情况，老人。或者是他这个阿尔兹海默，他主要是精神上还会引起一些问题。他还有一些老人是不能接受的，还有暴力倾向。对，他不能接受护工的，对，打走7、8个，你不就不最后就不就是有的老人最后就是你非就是儿子女儿，对，我就得只能接受家人跟我在一起，外人他不接受，那你说。还有绑在床上的也很多，因为他起来以后，他真的有很大的暴力，他可能抓一个东西，真的把另外一个人打成严重的重伤都是可能的。对。所以还有您说宫崎骏，还有一个电影，我发现咱们俩也有同感，就是说，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我总是说，我说你们要想知道这个情况，你们看看那个电影，那个就是你能想象一下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就是咱们说的真幻不分。真实和虚假的这个分不清楚了，或者梦境跟现实是吧？梦境现实分不清楚了。他经常说的话，可能是他把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当成眼前的人，就是你根本他生活在一个，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他是妄想，还是眼前真的看见了不存在的人？如果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就是他的生活像一个噩梦嘛。对，他其实既有那个现实的，比如说他那里头闪回说他在养老院里受到了虐待，因为那个男护士打了他，对吧？这个是现实的。但是其他的东西，就是那个电影拍的，整个我觉得有一种幻梦，就是有一种噩梦般的感觉。就是然后那个走一走那个柜子那个地方，就是有的时候能走通，有时候又走不通了。然后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会儿是他觉得是他的女儿，另一会儿又变成不是他女儿，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两种东西都有，一种是，他看见了看不见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其实还是现实当中的一种折射，在他那里头有一个残留。这个你看，我老是想这种问题啊，因为我得想以后啊，我就总觉得有时候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美好的幻想。因为我已经看到，像是尤其是未来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一代，那你承载几个老人？如果有1、2个老人是这个，那孩子们的人生要不要了？但是呢，你总是会幻想，假如存在这么一种养老院，这里面的每一个护工，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把老人每天这个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是可以给我觉得可以给很高的工资。但是，假如有这么一种东西，就孩子们，你们把老人放在这里，你就完全放心了，比你照顾的还好。一天洗3次澡，行吧？这个是，然后呢，有人陪他玩游戏，对吧？然后呢，儿子，你只要周末的时候来看看他，跟他玩一会儿，
走，随时想来看看他。平常他这个医疗，哎，我总在幻想。这个曾经有人跟我说，当年咱们这个没出国开眼界，曾经有人跟我描述，也有人崇洋媚外嘛，说比如说加拿大或者哪儿，就是那。后来咱们真的了解了，发现那儿有那儿的问题，都没有那么美好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种美好的，就将来社会这个问题靠社会化，就是说真有这么一种养老院，那您愿意送去吗？其实刚才徐老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那个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将来就是变成被照护者嘛。对，我们现在讲的是照护的难题，但是将来你一定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某一种东西可能类似于你说的那种社会乌托邦，比如甚至不是真人啊，就可能是就是机器人来干这个事情 ，AI 对吧 ？AI 来干这个事情，但是呢，归根结底就是它还是个失败的结局。我觉得失败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就是终极命运就是个失败，肯定是失败，不管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失败。因此呢，我说如果我将来要是沦为被照护的人，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体会是，你就要让自己心甘情愿的被照护，不要啰里啰嗦的说你还可以啊，你还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不愿意麻烦你啊。这个事情给照护者会增加更多的负担。你就老实承认说，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我呢就是肉体也不行了，精神也不行了，我也没有能力独自生活了，那我就老老实实的，要么我就到养老院里接受专业护工的照顾，要么我孩子有能力照顾我，那我就接受我孩子的照顾。但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好，比如说你该留的遗嘱都要留，就是该分配的那个，就是如果你还世界上你还有些东西你需要跟他交代的，你都提早交代，把它交代完，然后你就等着被照顾。但是你忍心拖垮孩子的生活吗？每一个家庭的照护的方案都是这个家庭最好的方案。对，就你不需要操心，对，谁也甭替人不需要操心。比如说我说了这个东西，一大堆人就说你不去，你为什么不送养老院？你不送养老院，你就是愚昧，对不对？你是叫愚孝。其实他就忘了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每个人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一定是这个呢是符合我当下的，比如说我的经济能力，我是不是多子女，然后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他能够找到护工的这种情况，他负担得起养老院的情况，他一定是个综合的考量，说这家采取的这个方案一定就是这家最好的方案，外人是说不上来的。就是所以养老是一个完全多样化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会去寻找这个平衡啊，然后他能找到的平衡就是他最好的平衡。还有这个病呢，其实它也不单单是一个养老的问题。它主要还是个病。我眼前就有个真实的例子，我的朋友比我小，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年的时候很不容易，就是朋友聚会，把他请来。我有朋友说你不要动他脑筋，他根本出不来。但结果他还是来了，叫一个朋友陪他过来。你们讲的他都清楚，但他说不清楚。马上这个4月27号到5月27号，他们为他办一个展览，参与者就是包括当代文坛的大部分的名家，因为他本人是80年代最出名的评论家。他不是一个养老的问题，他就是一个疾病的问题。他年轻啊，可是他也得这样的病。对，阿尔茨海默哈。对，年轻人也有机会。不是这上帝治头子嘛，就是知道了就是谁就是谁。他每天还发微博，还有朋友帮他弄啊或者怎么样。他是一个大天才，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可是这个老天怎么会就是对选中了？哎，就是所以我跟他一起吃饭，我也谈不上同情，我就觉得，我也没什么好怨，我这活着都已经很不错的了。就像癌症现在也是，对不对？有很多
中年的人很快也是因为癌症去世。对，你也是个母亲是吗？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个理儿。你看哈，这个父母亲小时候对孩子，那孩子可能比阿尔兹海默还糟糕，对吧？呀，哭哭闹闹，要吃要喝，拉屎拉尿，怎么着？但是父母亲，你看，永远可以这样因为他会越来越减少，但是一个是会在增加。对，但是孩子是就这么做，是因为义务、责任，对吧？他甚至就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都难免有崩溃的时候。这个东西真是想起来好像永远对不起父母似的。不过你要从人生的或者从人类的大循环上来讲，它就是这样，人类要繁衍呢，繁衍你要就对下一代，你这样人才能不断的繁衍下去。所以呢，我经常现在也是要打预防针跟我儿子，我说我要到了认不出你那天来，你就给我扔到哪儿去，让我自生自灭吧。我当然也是半开玩笑，我这么一说的话呢，他就很紧张，他就说今天晚上你跟我去锻炼，你不能再懒了，你要锻炼。他就生怕没到这个地步，对，还没到这一地步。但是呢，我那天也是看了一个数字，也是吓了一跳。他说从不能自理到你最终那个生命的终点，一般还有平均还要8年啊。你就不光是阿尔兹海默症，你就是说你中风了，你心脏怎么样，你出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对，就这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比例啊，也是你想这8年对周围的人。我们传统文化有好多办法来克服这些困局，有一个我体会到就是你碰到这个困难了，他帮你先想到下一步的困难，比方说生老病死。我以前搞不明白这句话，我心想这里边怎么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嘛？3个啊，生老病死，你看这搞什么概括一个人生，生老病死有依靠还说，对吧？对。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你生了以后，他马上就会面临一个老的问题。对。但是老可怕，这个说实在话，现在的美容啊、健身啊，这一大堆啊，像我们美女记者。怕老，对不对？可是他说，实际上是不用怕。为什么？你老的时候，你脑子在想，你有什么病吗？你没什么重病的话，你根本不用担心老。对不对？你看，所以到老这个阶段，想的是病的问题。病也一样，得了病了，会死吗？有没有生命危险？对不对？你这个病很严重，但你这病也不会好了。但是暂时没生命危险，放下心了。所以到了病以后就在想会不会死，真的面对死了怎么办呢？人怎么把它想通呢？鲁迅有篇散文叫《死》，鲁迅那篇散文是写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在几个月前鲁迅得过一次大病，就差点他以为要死掉了，就在这个中间他写了一篇散文叫《死》。那鲁迅写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当前的问题，怎么来解释这个死的方？他就说死了以后呢，穷人呢就想投胎，因为想重新获得机会。对，因为原来过得太惨了。而且呢，穷人觉得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坏事，所以不会落到畜生道里。对。富人呢，他也不担心。因为他烧了很多枪，捐了很多钱，对不对啊？他这个什么庙都是他修的，到那边有钱花，到了那边他觉得他有钱花，他积了功德了。他说最糟糕是中间的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夹在中间里最难受。中间的阶级，他说中间的阶级做什么呢？他就设想鬼的生活。鲁迅打一括弧，这个词不太通。姑且用之，鬼的生活，对，鬼怎么有生活呢？对不对？鬼的生活不是不太通吗？对不对？对。但鲁迅打一个括弧，我看到这里就想流眼泪啊，因为这是一个马上几个月就要死的人了，他从死魂里出来，他写文章还在给我们开玩笑啊。对，你看看他这个是一种什么？对他来说死那是像你下一档节目一样的这样的事情，他开这么一个玩笑。说鬼的生活此句不通，我暂时没有想到合适的啊。
他说那鬼的生活怎么样呢？找一个好一点的木头，做个棺木，对吧？然后呢，把账啊什么搞清楚，将来呢小孩呢就隔几个月啊，什么时候都有好的饭菜送过来。他说我睡得也挺舒服，我要是这样的，我也不去北京书局讨稿费了，啊，我就也过得也不错了，叫鬼的生活。我看了就很感动，就是说他真的是死，我们讲死到临头。他有一段话，他说他这个病，他老找一个日本医生看，最后是被耽误掉的。他说后来就是宋庆龄啊，他们一些人，这个沈彦斌，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外国人那个记者什么，就找了一个美国医生来帮他看。美国医生说，他说我这个病呢，要是在欧洲呢，5年前就去世了。啊，他5年，然后拿出一个片子照了以后呢，说的跟他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也不求这个医生了，哪一个医生能救一个死了5年的人呢？接下去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了，什么我死了匆匆埋掉，不要纪念啊！我这个小孩如果没有才能，就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啊！这个谁害了你，又要叫你不必报复的人，千万不要理睬啊。是不是一个也不饶恕也是这对，一个也不原谅。就是西方的说法，就是你到最后啊，这个宽恕别人吧。对。我想了一想，嗯，我由他们去怨恨吧，对，我一个也不饶恕。是，就这篇文章。这写的真是好啊！你想想看，你看这是一个人通透，就是自己的死，所以你病啊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这个阶段你们讲了半天的，他一下子想到你最坏怎么样呢？最坏就是这样，他还阶级分析，他还把他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放出来，可见他说这个穷人不怕死要轮回，富人不怕死捐了庙，中产阶级安安心心的做鬼，啊，送很多东西。我去看我父母的坟地的时候，门口放着很多美金啊、港币啊、奔驰、宝马啊，搞了很多中国人。我突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我就很少人讨论，就中国人的想象里面没有天堂。就是说他自己和旁边的人，我们不想象。去了天堂，天堂我们知道有玉皇大帝，啊，有太上老君，那好像不是咱们去的地方。好像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你的地位很高，哪怕是什么我们崇拜的人物，也没说他现在去了玉皇大帝那里了，或者只有孙悟空当然去了。但是这个道教的人还是想成仙的，成仙，仙是不死，仙也不在天堂里，仙在这个。所以我突然鲁迅把你们的去路都划了，就是没有天堂这条路。所以最好的他把各种路都划了，但是没有天堂。哎，就死了以后到底人，当然最后鲁迅说了，我是不相信这些的，啊，他的意思说我是无神论的，我是不相信这些的。哎呦，我看了这篇文章，好治愈啊！对，治愈。我对我的病也不大害怕了，是吗？他看得这么通透，对，也可能走得早啊，就是不是被那个日本医生害的。其实现在很多人死并没有什么看不透的，怕的是病。这个怕的是病重不死，对吧？就是不是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就病而不死啊，这个太折磨，而且折磨的不光是自己，他折磨的还是就是爱他的人的承受能力，对他最重要的亲人。你有没有你看他现在说的表达上云淡风轻，你没有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吗？就是太多了嘛，太多了。就是换言之，这个就是所谓的照护吧。你如果想表达它，你大概能表达1%，我觉得就不错了。只有照护过的人，才知道，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没有的人呢，没有照护过的人呢，可能就是他就会说一些，在你看来其实跟风凉话，有负面话，也有完全不相干的话，就是他说的东西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无法对话的。但是呢，就是我看这个，就是这个史铁生啊，因为史铁生
那个徐老师研究文学的，史铁生那个当然他命运很惨，对吧？也是上帝掷骰子掷到他身上了，不管他多有才华，他那个在那个病隙那个碎笔里头，他就讲到说，他说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能这个自怜，你不能自怜，因为那个他的那个自怜就是有残疾嘛，就是残疾就容易产生自怜。那这个自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你就老觉得别人不能够理解你。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一定程度的理解是永远能做到的。我觉得一旦你开始，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光明的这一面，然后你的生活呢，一切都是有序的，就是不叫无常，叫有常。但你一旦开始接触到黑暗的那一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你的人生的那种观感会整个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不可逆的。是一旦进入这个以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以后，进入这个以后呢，就只能想，就是我说呢，就是它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东西，是一个注定无序的东西，或者用这个比较时髦的话来讲，它一定是一个熵增的过程，它一定是个熵增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老师说，我们作为一个肉体，我们有生老病死，我们是碳基吗？碳基就一定会那个遇到这种问题，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在一个失败的情绪之下，还怎么能够保证就是自己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坚持？所以我自己的那个我微信上有个签名，那个签名就是实际上就哪有胜利可言，就挺住就是一切嘛。真的，这个话说的，其实就像您刚才讲这个鲁迅，我听着这也都是在下坡路上一步一步的找心理安慰而已啊。为什么这个事儿啊，不足为外人道是什么意思啊？没有过这个经验的人，你听你也并没有真的感知到。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给这个父母亲洗澡啊，我呢前不久有了这么一个经验，我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像您这个就是包括母亲这个等于大小便失禁，对，一天多少次的这个清洁，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什么经历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春节的时候有一天我说爸爸得洗个澡啊，然后呢，他开始洗澡，因为他呢那个腿脚也都不协调了，然后呢我得扶着他到那个里边。一步步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他来讲，洗澡已经他完不成了。什么叫失能？他已经没办法坐进那个浴缸里去了。他那个身体腿脚的这个控制能力，他一坐，出溜就下去了。都不能坐浴缸，都没有这个。你弄个凳子淋浴。对呀，但是这些呢，那个他不好意思跟孩子说，他就是说，哎呀，洗澡太麻烦，不洗澡。那孩子要是一粗心呢，就觉得他就是老人，不愿意洗澡，不愿意洗澡，或者怕凉啊，怕冻着不愿意洗。结果才发现这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包括这个莲蓬头，你知道吧？你莲蓬头自然的方向，他坐在里面就喷不到它，于是他其实就是需要有人给他喷。对。那么这样的话，几十年的父子两个男人之间也没有裸体相对过呀。对，你知道吧？这些都是因为过去父亲从来没有说让孩子给洗澡，就是这个事情，然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那不得不看着他，然后呢你就洗，最后就发现呢他擦不到后面，那于是你就我就觉得你知道吗？我突然意识到他从此是需要人给他洗澡了，这我们不知道。然后呢，洗得干干净净的，他也很舒服啊。然后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一句话，哎呀，今天这个儿子给爸爸洗澡了。他这个话呀，我也很敏感。他这个话是也很不好意思，但是他借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向儿子发出这个信息。但是男的不好直接说以后儿子给我洗澡，对，但是他就用赞赏的语气说，哎呀，今天儿子给我洗澡了。哎呦，我们家的人才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不能自己洗澡。你刚才讲的这一段可以变一个很好的散文，以后背影啊，你附在后面，
是吧？所以我为什么这叫洗澡？我为什么我说我看到你的这文章，我就特别想跟你聊聊，因为我觉得你处理的情况比我爸爸没那么严重，你处理的这些情况只能是更加。对，我还得给我妈洗澡，不是两个男人的相对的问题。对啊，这些心理的坎儿，其实你都得过呀。对啊，就是而且就是，因为我妈本身是一个坐了很多年轮椅，她的腿脚是完全不行的，所以每次洗澡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就是每次都会累得不行。那个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就是你怎么看待一个老年女人的裸体？是啊，因为老年女人的裸体真的不好看，啊，真的不好看。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光滑的，对不对？但是老年女人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因此我就特别感慨，我也说过，就是我当年在那个罗丹的那个就是老妓女，对不对？哎，我在那个地方停留了很长很长时间，它旁边就是那个吻嘛，那个吻是那么漂亮的，就是两个年轻的而且身体是极其光滑的，尤其是那个大理石的那个，就是你看着是那么白啊，那么光滑。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才是人生的真相，那个是不是呢？那个也是，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就是那个可能就遮盖了很多，就是这个老年女人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东西。我当年倒是没有走开，但是就是感觉人生到了最后阶段，真的是挺悲凉的，就是完全没有尊严，对，他完全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就下面就为了方便照顾，所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就像衣不蔽体一样，所以就看着是很难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看前几天正好是什么波伏娃去世多少纪念日，我就想起之前他自己写过一个回忆录，就是他和萨特晚年的这个对话，然后很多人不也争议吗？就是因为他把萨特的最后从生病到死的那个阶段如实的记录下来，什么哪天大小便失禁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就像也是在浴缸里起不来。因为波伏娃和萨特当然是另外一种的这种直面人生哈，对，所以他这种书写出来之后，可能很多人也批评他，觉得把那么美好的一个偶像吧，知识英雄或者是知识界的大家都完全是仰望的一个人，就这么赤裸裸的把人生的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所以他也被很多人批评。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或者就对大家来说是好的，包括胡勇老师做的事情也是，我觉得意义是这个，就是首先我们有点抱团取暖，都知道原来都面临这样问题，就浮出就是这些共同的有这样问题的人浮出水面了，那是不是会推动比如说社会来去进步，来去直面这个问题？我就想起那个像桑塔格的，最后也是把自己得了癌症，化疗，头发白了。我觉得要从我一个女性来讲，我是特别佩服他们。他那个也是有争议的，就是那个莱博维茨，就是他等于是摄影师嘛，他把他那个癌症整个那个病榻的那个东西都照了，因此那个桑塔格的儿子跟他闹翻了，他觉得他是在消费，那个。但是莱博维茨就说这也是桑塔格最后的一面嘛。这么有名的女的，她最后也是变成人生的最后一步，她也是就是这样的一步步走过来的。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理建设。可能你就要去逼自己去坦然的面临，去想这些问题。对，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就是它是个失败，但你也得承认这个失败，这个失败是你人生的一部分。或者当你遇到这个东西，你感到悲凉，但悲凉本身也是那个人生的一部分。但是呢，其实就是那个因为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就是有一些反馈啊，但有一个反馈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那个做过多年的养老院院长的一个，今年也是那个他是50年代生人，其实今年也是岁数也算是比较大的了，但他还在照顾他的母亲，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行为他就很不以为然，他就是我说了，他就是说呢，就是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应该对你的生活进行排序那么你应该把你的这种就是更多的精力放在去创造那些
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对吧？因为比如说我是学者，说你应该去多做研究啊，或者你应该多写书啊，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啊，第一呢，我说就是我的这种选择是基于我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第二呢，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在于说，他是个养老专家，他呢又是就是多年的养老院院长，但他仍然从心底里认为这个事情是低级的，就是照护这个事儿是低级的，就是因此呢，就是应该让他给更高级的东西让路。我就很震惊，啊，我就很震惊，因为他觉得我这是一种愚忠愚孝嘛，就是其实愚忠愚孝这个定语就是叫愚昧嘛。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说的更直白一点，我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就很愚昧，很愚昧。就是你想吧，我们之所以，比如包括我说我之所以要说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照顾这个事儿看得很低级，或者呢，就是我们都是男性啊，就除了李菁，男性有特权嘛，男性会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应该女性来干吗？啊，女性养育负主要责任，照护负主要责任，对不对？但是你想，我们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心安理得，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低级的，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排序当中，我们认为这个低级的事情嘛，就女性多干一点儿，男性嘛就干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事实上，就整个的那个历史的运转也大概是这样运转的啊，就是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这种东西啊残存。那其实就相当于是，就是你的这种这种逻辑是一样的嘛，就是你把这东西视为一个低级的东西，因此就应该相对来讲由低级的人来干。然后因此我就很震惊，我说那他一个养老专家这么想。然后接下来呢，我接到一个广东的一个年轻人给我的留言，啊，他的留言非常有意思。他说呢，专业的照护者和24小时自己愿意就是在家里照护父母的人，他说是俩群体。就这个事儿呢，就这两个群体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专业的人肯定有专业的好处，自己决定的人呢是有他自己决定的一系列的那个因素。他说我不觉得就是枯萎这个事儿就比希望这个事儿更不重要。他说我认为枯萎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哎呦，很重要的。然后呢，同时呢，他说你也不能证明说你做大学教授这个事情的价值就一定高于比如说你拿出10年的时间陪你的亲人。就是你也不能证明，就是这个价值就一定高于那个价值。这个哲学高啊！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想得很通透啊，他其实比那个就是前面的那个养老院长想的。他不是功利主义的思维，对，这涉及到一个人选择怎样的人生，到底是比如说，甚至说你得诺贝尔奖更重要，还是我尽孝？这个给我的父母尽到了一个儿子最后相处的时光。我最后的几年不是让他在养老院，而是我陪他度过的。这两件事儿哪个更有价值？谁敢说答案？而且我们前边有一个东西呢，在于说我们其实心甘情愿的陪孩子的，比如李菁这样的，就是他自己很忙嘛，但他一定花很多的时间想方设法的陪他的儿子，他要平衡就是一个职场女性跟就是一个妈妈之间的关系。你心甘情愿的干这事，其实你同样的道理你是可以放在你父母上的。你为什么不能花10几年的时间陪你的父母呢？因为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你父母在那时候也需要你照顾呀。为什么你陪你的孩子这个东西看上去就如此的正当，但是你陪你的父母这事儿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应该把它放在那个价值的低端？我倒不是说这里头就是有一些什么就这样做就更好，那样做就更不好，而是说呢，我们恰好要在这地方重新的来讨论，就是照护的意义。或者是照护对于人之为人的意义。哎呦，这个他这个说的太好了。照顾孩子那是上行线，照顾老人是下行线。这种潜意识其实好像也是一种社会的潜意识。我觉得你的一个呼吁，我也特别想这个呼吁，就是说你的这个文明水平不表现在你的高楼大厦上，什么电脑这什么 AI， 你表现在你有多少轮椅通道。对吧？我们不用多说，就是因为我一推轮椅，我就明白了。那太多地方，你这吧，我得俩人去，俩人得搬着轮椅上，一个人你抬不上去啊。
你怎么就？所以真正的社会文明水平，你就看这一条，它是不是在每一个人走的地方都考虑到了失能人士的这个行走方便，这才叫文明的，对吧？你看这个反映了一种就是您说的这个，就似乎我们这个社会是给年轻人设计的，而且这个事情呢是一般人不说的，不说不等于不存在。不说不等于占的比例不低，而且越不说，可能越是真正的问题。对，我觉得特别觉得就是看到你的这个文章之后哈，我产生想谈谈这个的想法。这是那天前一天，我弟弟这个告诉我，就是说凌晨4点多，保安把我爸爸送回来，他出去了。他干什么？他分不清白天和晚上了。对，他拿着个小塑料袋，他要出去买吃的，他自己打开门出去。这个冷天呐，最后是保安看见了，这一下我们家他就严阵以待，就是什么门上锁怎么着，然后，我才意识到，这家里人弄这个事情太难了。现在我弟弟上班，就没人陪着。白天我弟弟在网上找了一个监控头，就看老头在里边。还是要找24小时的护工，比较专业化。这个是社会能够为这个事情做的。每个家庭自己的建设、自己的宿命，是自己的事儿，是自己的事。但社会能做的就是搞一些比较专业的。对，我就这么说吧，到今天我们家也没找着一个老头同意进门的护工。你看有些时候过几个月他就同意。所以我觉得您家里的情况有个好处，有保姆帮。不是，这个徐老师说的非常睿智，他说过几个月就同意了。我一开始在家里找的就是小时工，因为我妈坚决不同意，就是同一个房子里头有人睡在卧室里。他真不同意，对，但是他慢慢就同意了，因为他就越来越糊涂了嘛。所以不幸当中也有希望，是吗？所以咱们今天讲讲这个，我觉得对谁都是有好处的。希望总在明天。对啊，一方面呢，你得认识到，就陈其刚讲的，最终是个悲剧嘛。对。但是认识到这个真相，认识到这个悲剧，也是尊严，对，也是人的尊严，而且。苦中还能作乐，再过几个月，护工他就接受了吧？谢谢，您给我们讲的太宝贵了，干杯，谢谢，也祝您能够怎么说呢？你看现在对这个都不知道该祝什么了，只能祝就是你的人生有意义，就祝我挺住就行，就挺住，我们挺住就是一切，早晚都有那一天，咱们希望咱们大家都能挺住。我特意买了一个挺住就是一切的文化衫，真的吧？对，真的，送我一件啊！真正的英雄就是看清，就是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是一句德语的名言。对，然后真的适用于一切方面，哪有什么胜利可言？到时候来看，挺住就是一切。看我我还在先想想自己怎么办，我要勤锻炼。谢谢，尽量这个，谢，老得慢。谢，咱们就干茶吧。龙哥说：“我们只有是他人，才能是自己。”有没有想到卡夫卡？沈彦斌。史铁生，我们是碳基吗？
夫娃和萨特当然是另外一种的这种质问，直面人生哈。我又想起那个像桑塔格。熵增的过程。今天刚刚给我妈找个小时工，偷偷的要给她找个小时工，帮她减轻点负担。然后我也跟她讲，我说未来都不知道哪一天就糊涂了，你现在能享受你就享受，能出去玩就出去玩，没有以后。我说不要等以后了，谁知道以后你还能不能出去？上次去你家，你看到你爸爸还挺好的嘛。现在你看他也挺好，他现在属于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所以我就比较感兴趣，问他，我说这个以后发展会是怎么个规律？它有一个所谓他们叫断崖式嘛，对，还真是断崖式的。断崖式就是突然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加速，然后这个加速呢，就导致他就相当于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不是渐渐的，是开始的是有一个渐渐的，但是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你如果有这个药，现在在早期或者中期还比较。对，就抓紧给他扶上。对，断崖之前抓紧给他扶上。对。这个现象肯定特别普遍。我发现就是我的朋友圈里，只要是出现跟这个药相关的，哇，大家都在推送。可能是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是父母，可能都面临这些问题。哲学的道理来讲，我们也会思考，人活着其实就是个脑子活着。身体对，其实现在看你照顾最难的是意识。我们家我母亲像个植物人一样在床上躺了6年，都是我爸爸。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母亲拖垮了我爸爸，然后我母亲走了以后，他就很快的就是不行了。对，其实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那个2个老人之间有一方出现问题，一定要让他们分居。会影响的是吧？有条件的话，一定要让他们分居。会传染。哪怕是，比如说同一个房子里的2张床，2个卧室，要让他们分开。因为另一方受这个的影响，就是远远超乎儿女的想象。他的退行会非常厉害，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精力、他的身体、他的精神，其实都不足以让他抵抗，就是他的老伴儿的那种变化。尤其是阿尔兹海默，因为阿尔兹海默这个特点是黑白颠倒，他就会弄得旁边这个老伴儿根本睡不了觉。对。所以我经常跟老高说，我说自私点啊，我说。你要活到我先走啊！我说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要把我送走。先走的比较幸福，对呀，后走的比较对呀。我说这个儿子是指不上，别他听到了。我说，基本上要讲的是不怕死，但是都会死。增强认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过去没有，就是没有像你这样，对，就没有你。当你一般我估计很多年轻人一旦碰到这个，他傻了。他有很多就是辞职照顾去了嘛，就是他就是不能够做到那个在工作。那生活怎么办呢？对啊，所以就是就是他就是很多就是有，比如说他主照顾他，如果他兄弟姐妹不管，就得多给钱呀。胡云老师，我一直很好奇，您说您对母亲的态度跟母亲当年对你的态度还是有关系的。如果母亲当年对您不好，你是不是也就不管她了？是不是有点像情感银行？我感觉是你，这是个假设问题。你小时候母亲给你的情感储蓄的比较多，因为的确就是我是最小的，我母亲是最疼爱我的，这也是呢，就是她比较长期的跟着我的原因。但另外有一个原因是，我脾气比较好，因为那个老人的脾气都很怪的。对。如果你那个子女脾气很厉害，他跟他过不到一起。费孝通的理论是，中国人是因为。你的爸妈除了带你们以外，还带你们的小孩儿，所以呢，中年这一代就反过来要
养啊，对，说的非常对，这个是中国文化的诀窍。我对我的学生经常这么讲，我说你如果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婚不育啊，但凡是结了婚生孩子的，我就告诉他说，能不让你父母带，就不要让你父母带。但是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其实就是时代的发展以后，你会发现后来的这些逐渐就是退休的人，很多人也不见得真的愿意带孩子，他也是被迫。就是只要你告诉他说我需要带孩子，他肯定会给你带，因为那是亲情嘛。但如果你给他选择，我相信有一大票人就乐得自己天天过着自己的生活。本来那个朋友讲了嘛，说从退休到你真正身体出现衰老的，你还有10年的黄金期，年华，就必须得好好享受这10年。我还在想呢，我还在享受啊，我得享受第二，对呀，真的。那你讲的退休是指60岁？大概就是说你不工作了，不需要天天上班了，然后到了你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你没有办法去维持你的，比如旅行啊，正常享受正常生活，大概还有10年。这个10年呢，又没有第3代要你去管，然后呢，你孩子呢也长大了，也独立了，说这个是第2个黄金10年，要好好享受。我觉得享受这个还有理智的时候，真的，真的就是当事情到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快乐的人生那么短。但是我们原来不服的，总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是追求幸福的，追求快乐的，所以你就觉得好冤。一旦碰到不幸，但是实际上不幸是常态。人家说，就是因为不幸是常态，所以才叫追求幸福。霍布斯的看法是，人第一种是追求目前的幸福，尽量追求目前的幸福；第2条是明天也要能这么追求。我那天突然有个想法，我觉得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好像我奶奶，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我爸爸的妈妈应该也是有的，是有遗传的。对吧？我们小时候去农村啊，也是给他磕头啊，他啪就打一巴稀里糊涂的。但是你知道，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90%的老人不去养老院吧？好像中国这种老式的家庭啊，就是几代同堂的家庭，我想可能是最适合阿尔兹海默症的。就是你说那个时候可能不是，那个时候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发现。不是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就觉得老人就傻了呗。但是傻了，你看，第一他不会失踪，这个几代同堂的家庭都总有人，人多嘛，人多。对。然后呢，他眼前老有那个小孩子，对，跑来跑去。你知道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孤单，囚徒，他哪儿都不能去。对。你现在想起来，就林语堂写的那个文章。他当时就写中国的好嘛，他说中国的几代同堂的家庭是最对老人好的，对年轻人不好，但是老人最幸福。一方面又赋予了老人权威，对，哎，一方面这个哥几个兄弟媳妇儿他全管着，大家对老人也得有尊敬。然后呢，他生活在一个这种大家庭里，大个不管，二个还得管呢。而且老人是住正房的嘛，老人住正房。对，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呢从周代开始就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就日本啊、欧洲啊都是长子欧洲都是继承制，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以后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爸可以把权力保留到最后一口气，因为他分了啊，因为不是分了，他有权利决定给老3还是老4，或者是老3、老4、老5。这皇帝也是这样，太子决定权他留到很晚才出现。那这跟养老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老人的地位就很高啊，对，抓着全家抓着钱把子呢，全家都得围着他转呐。对啊，全家都惦着他那个财产。这不就是那个电视剧《继承之战》那个？对呀，那3个打得一塌糊涂是吧？就为了学他爸。你永远不知道他是给谁呀？对啊，你赶不孝顺。过去的皇帝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他是大家都要去认识14子、12子、第6子怎么样？对，每个人都投资在这个地方，你吃不准他到底是哪一个。所以中国的社会是父权社会里边最有尊严的。父亲，这有道理，是不是？这有道理。对，所以说咱们还得老了，还得留着点钱，不留着点钱。但是玩笑归玩笑，老人的确要把钱分配好。这个其实是就真的是很现实的。分配好，最好的分配好就是不分配。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